我的妈呀，这东北人呐，过节就吃饺子，聚会就烤串子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东北种大米干啥呀？今天有个活爹说不太顺心，想聚一聚，他这纯属没皮疙瘩嗓。我就纳闷了，不顺心能买这么大肥腰带了？他乐意，因为啥？因为啥？老规矩，先看看我带的菜，这个宁爪、捞凉、马尾和绿沙。我为啥出来烧烤老带点菜呢？因为这样的话，35度的天我一个串不烤都没人能说我啥。哎，人生路上都是学问，慢慢学吧你们。今天除了肉串、肉筋、腰子这些常规菜品呢，还整了点花花的。你像这个胸口、肥肠、赵东小饼、蚕蛹，这都是我们比较得意的。这个虾饼、骨髓、心管夹肉、熟筋，这都是女孩比较得意的。我们聚会虽然不带女的，但是把女的爱吃的菜带了。完，有个哥们今天干了个人事儿，他从裤兜里边掏出2瓶梅见来。我一看这玩意儿行啊，太适合烧烤了，度数不高，清爽酸甜的，还开胃解腻，咋喝都不辣嗓子，还不胀肚，加点冰块才得劲呢。主要这玩意儿发朋友圈吧，他有面子。喝了2杯，我抬头一看，我们今天来这地方原来是台园。我纳闷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园长姓台吗？这是？等我走近了一看，我发现不是，这是怡园啊，姓怡呀，这人姓怡。上次藏牌那个小子还坐我旁边了，这回我把他凳子撤走了，他肯定是赖不了了。但是我看着他穿这条裤子，我就能想起他上回藏牌那个死出，我就生气。我还得给他通一下子我。完了，那个说有事儿的哥们坐那就吃，一声不吱。我说你怎么的，假牙咽肚里了，不会说话呀？他吭哧半天还整出一句说对象黄了，有点难受。哎呦我说兄弟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，这么大个好事你憋到现在才说。今天咱就别 AJ 了，他赶紧把这瓶也开了吧。过年了吗？这不。哎呦我这锅有点东西啊！又是一桌只有盆的东北家常饭。我哥看我在家铁锅炖2000多公里打个飞机回来的，我做这一桌子花了300多，我一看他那个机票4800多。他点了一桌东北菜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我说这哪个也不值4000多呀，你最想吃啥呀？然后他喊出了5个大字儿：酸菜炖骨瓣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铁酸骨、煎干、溜肉、猪条、糖柿、流月、大茶、第3锅包、东大饭，又是一桌子只有盆的饭。这在东北就是一顿普普通通的家庭小聚。铁锅炖的精髓就是骨棒啃完了，我还能把它变成川白肉。我那年薪100万的哥看着这五花肉片子飘起来的时候，眼珠都直了。我姑就在那门头涂了粉条子，真不愧是哈尔滨淀粉女王。我大哥说不白吃你饭，看我二哥这饭包打得多专业。我说你有这手艺，出去摆摊得了。他说这算啥？我吃起来更专业。我大哥说一定要来一碗大碴粥啊。他说他们那地方只有一个浴池的自助餐能喝着，他想喝还没法总去，因为不好跟我嫂子解释。完了，他吃完饭要打包，说过安检之前还能吃一口。我寻思闹着玩呢，结果他真是特意回来吃饭来的。我爸一听都懵了，我爸说你不是他哥呀，你是我大哥呀。他说我他妈给你拜个早年，你赶紧回去上班去吧，哥。前2天回村里串门去了，这下雪之后的村子可太渴了，就真的感觉山上的空气和城市是不一样的。我甚至感觉这个空气是清甜的，而且山上的雪都是亮晶晶的。我踩的这个地方是山上雪最浅的地方。其实今年雪小，往年雪大的时候跳进去基本就看不着腰子了。要是愿意发呆，就趁有太阳时候躺雪里，啥也不想，就听风声，贼舒服。但下山时候我们开错道了，找了个老乡问路，老乡还挺热情，他说你们要不着忙就在我家待会儿。我家那俩羊干起来了，你们猜猜谁赢面大？完，看看今天我这几个姨都给做啥好吃的了啊！这一锅是干靠的羊排和苞米，这锅上面蒸点白肉，下面这是我最愿意吃的小笨鸡炖土豆干。这土豆干梗梗啾啾的，可有嚼头了。这还有一条干靠的大鱼，我老姨夫做了个纯农村菜，炸黄豆芽，这玩意儿越嚼越香，比土豆干还香。然后我来我姨姥爷店里吃肘子，我昨晚现给炖的，今天连锅给端来了。然后买了2只龙虾，这过年红彤彤的，老头看着多喜庆。我们呢是早上一起上的车，开了不到3个小时，我发现这家伙比我能憋尿啊。我二姨还整不少野菜，我都不认识啥。他说一共20来个菜呢，你们要饿了先出去喝点西北风去。完我们哥仨上了，我们就赶紧回来了。我一瞅这桌子上19个菜，我说二姨你不说20多个吗？要不说我跟我二姨好呢，人一句话就给我讲明白了。他说你们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赶紧给我滚。反正这一桌子除了那点鱼和虾，剩下什么肉啊菜啊都是自己家养的。这毛葱炒鸡蛋也好吃，我吃2碗饭。不知道为啥他要冲着毛葱吃着发甜。我再强推一下这个炸黄豆芽啊，真的贼香，这一盘都让我吃了。后来酒过3巡，我小哥性情了，他说喝饮料没感情，但开车了没办法，给大家干一碗肘汤。咱说心里话，我小哥这人能住啊，有汤他他妈真喝呀。
完就我头两天做过小手术，大伙儿都挺兴奋，就一起来看看他。我给炖个大肘子，我先让他补一补。但他说现在忌口呢，吃不了油的和辣的。然后我又做个辣炒海螺丝和辣卤牛肉。完他拿这小鸡儿来，说想喝点鸡汤。我说这玩意儿哪有那酸菜汤好喝呀？是不是？上面再飘点白肉，底下点个酒精炉，完吃点酸菜，再来一碗汤泡饭，这多香啊！这不比喝鸡汤补啊？完我这些舅一进屋就干麻将去了，这麻将背靠窗输精光呀！全哈尔滨没有几个这么赖的呀。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龙虾少俩腿，记住这张脸啊！他说他啥也不知道。完就一看这么热闹，兴行了，给天台那窗户掏开了，让我们出去烧烤去。他最愿意吃烤鳗鱼了，今天给他买条活的，但他现在忌口啊，我们吃倒挺高兴。完他说早知道你们来这么热闹，我早把这破玩意儿嘎了。说看看明年能不能想张再长出一个来，完早点定日子，大伙再好好聚一次。来吧，香香，那脆肠、海丝、辣鸡、碧虾、蒜骨、烤蚝、酸花、烤麻、椒米、辣牛、汤枣，这一大桌子得配点好酒啊！我这就点名要喝红星二锅头，这纯粮二锅头他妈就认红星。今天喝的红星蓝瓶，这酒喝着顺口还很柔。看这个小金标啊，有这个保准是纯粮酿造的，但红星有小金标的酒不仅纯粮，酒质还都是优级的，品质杠杠的。买二锅头就认准这纯粮小金标啊！1、2、3，干！这海螺丝扒着太费劲了，你得会吃。有那种愿意扒完咱一起吃的，你趁着不注意就给炫了。反正最多就挨顿打，但吃的确实过瘾。完这些人能在一起凑合这么多年，那纯是因为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聚会都不带女的。但话说回来，这桌少了谁都不能少了我姐。要说吃好吃的没喊她，那就敞开了喝吧。等第二天让她知道，这肯定是最后的晚餐了。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儿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那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，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，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，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，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.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，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它实在太呛了。我当时咳嗽的肺子都要出来了，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，就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。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。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早晨了。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发现有些钱呢，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。
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，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，因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，我们就下楼打水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，回家这顿打喷嚏啊，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，我发现水汽特别大，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，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，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。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选择的话，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。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搅，都给我干虚脱了。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，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。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，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。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，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儿了。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